双世宠妃2，举小檀莫连城从现代穿越回到了东越国。各位网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点进小编的文章，我是一个专一的小编，专业爆料娱乐圈最新热点，来阅读小编的文章，了解娱乐圈的家常百态吧。不仅可以在百忙之中放松心情，还可以去踢到喜欢的明星八卦。双世宠妃2，举小檀莫连城从现代穿越回到了东越国。看过第1季的大家都知道剧情了，那么现在我们就来谈谈第2季吧。穿越回到现代的曲小檀已经不记得之前他在东越发生的事情了，就好像他从来都没有去过一样。但是不一样的是，他在东越深爱的八王爷莫连城也跟着他回到了现代。他可以忘记，但是莫连城却没有忘记。莫连城努力刮应现代人的生活，而且每时每刻都在寻找着他。最终经过1年的时间，他找到了曲小檀。但是曲小檀并不认识他了，他努力接近小檀，把之前他们在东越发生的事情告诉了他。可是小檀并不相信世界上会有穿越这件事情，还告诉他以后别来找他。莫连城知道他会有危险，跟他说又不相信，没办法只好跟着他。他看见小檀上了一辆车，就追过去，没想到他居然跳河了。就这样莫连城也跳了下去。醒来的曲小檀发现有些不对，丫鬟、大夫好多人都站在旁边，还以为人家在那拍戏呢。可是当他起来去外面看的时候，发现这一切都是真的。他穿越了，就是曲家2小姐在跳河的时候，他也在跳河。就这样他上了曲家2小姐的身体上。他知道他已经来到了古代，现在他最想干的事情就是想办法再穿越回去。可是曲小檀的嘴里说出来的话都是他们从来没有听过的词，而且性格跟以前也不一样了，这让大家很疑惑啊。第2天起来，曲小檀想要尽快找到回去的办法，可是家里有家丁把守，根本就出不去。没办法，他只好选择从墙上翻过去。当他正准备翻墙的时候，感觉一切都那么的熟悉，好像以前来过一样。他犹豫了一会，还是爬到了墙上，看了看下面，还真的挺高的，嘴里还说着堂堂房产公司的一姐，还怕这个。于是他就从墙上跳了下来。这次可不像上次似的了，有人接着，这次直接就是脸趴在地上，可是摔得不轻啊。小檀来到了集市上，这时候莫连城也在那，他从远处看着小檀，因为小檀跳河的时候，他也一起跳了，所以又跟着穿越回来了。但是2个人穿越的时候，因为时光的穿梭没有在一起。他想小檀应该又是回到了曲家，所以就一直在这里等着他。看到他平安无事也就放心了。但是他发现东越却发生了很多的变化，跟之前自己在的时候不一样了。也有可能现在穿越回来的他，已经不是之前的莫连城了。可是当曲小檀从集市上回家的时候，没想到家里发生了变故，因为他爹的事情被皇上抄家了，然后他被发放到八王爷莫连城的家里放丫鬟。但是现在的八王爷是过去的那个，不是跟他一起穿越回来的那个。也就是说现在有2个八王爷，一个是古代的，还有一个现代穿越回来的。
但是小谭不知道啊，他看见了莫连成，以为这个是跟他在现代的八个你，还问他你也来东岳了啊？可是现在的八王爷根本就不知道他说的是什么，也不搭理他，这让小谭感到非常的奇怪，明明认识却还装作不认识。穿越回来的莫连成找到了刘千水，他让刘千水帮助自己易容，好以另外的一个身份来到八王府，这样就可以保护小谭了。因为他是过去的八王爷，所以常德跟现在的王爷一样。他看着八王爷没在府里，就走了进去。反正常德都一样，进去了大家也都会以为是王爷的了。他看到小谭正在打扫院子，就一把抱住了小谭。他很是奇怪，明明昨天装作不认识自己的样子，怎么今天就变了样呢？小谭哪里知道他是跟他一起穿越过来的陈晨妮。再说小谭也不知道会有两个常德一样的人，哎，也真是苦了小谭了，搁谁身上都门啊，哈哈。追完双世宠妃2还不爽，那就来看好色千金8，甜到心窝哦。双世宠妃1沉沉和谈儿甜的不要不要的，而双世宠妃2却一个大反转，虐的不要不要的。不过还好，甜宠夫妇最终还是走到了一起。现在有个好消息，同样的导演，换汤不换药的情节，好色千金即将就要播放了。许多网友直呼不过瘾，期待第3部。女主郑秋红饰演的林洛锦，妥妥的小花痴一枚，遇到花美男就两眼放光，像极了看到银子的谭儿。男主龚俊饰演的钟无媚，傲娇腹黑男，霸道总裁的设定，和八王爷莫连成像是孪生兄弟一样，男女主的设定就和双世宠妃一样。不知道这样的设定大家喜不喜欢呢？剧中女主林洛锦本是一个热爱游戏的人，没谈过恋爱，但是却阴差阳错来到了另一个世界。被告知要找到真正的男主，刷满好感度才能完成游戏，在漫漫寻俘路中卷入一场利益阴谋。同样的落水情节，同样的穿越情节，同样的女主被赐婚，这样的情节注定女主的会很不一样。不过还好，几经波折终于走到了一起。被赐婚，好不容易和男主能够甜甜蜜蜜的在一起的时候，却被皇上逼迫分开，让男主钟无媚娶和亲公主。女主郑秋红虽不是当红小花旦，但是也算是可爱软萌类型的妹子，颜值也不差。从预告片来看，小姐姐的演技虽然不算极好，但也在线。从宣传和预告片上看，袁德导演是有意要捧红这个小花旦呀。颜值加分，演技加分，冰块一脸加分，霸道总裁加分。总体来说，这个冷冷的男主绝对可以让你甜到憨。龚俊饰演的男主渊正王，有双世宠妃莫连成的影子，对女主爱在心口难开，满屏的宠溺，又有满屏的傲娇。一朵小花总会有那么几片绿叶来保护的呀，这部剧也不例外。女主不仅有男主这个护花使者保护，还有男二柳秀文护着。喜欢霸道总裁甜宠文的小伙伴们，快来一起吃瓜吧！作为女主的贴身侍卫，男二看起来更像是女主的保护伞，他守护着女主的一切，并且不知不觉就爱上了女主。
男二小哥哥一般都算是悲剧的，因为男主和女主在一起了，男二小哥哥就只有其他出路了。有权有势的男主钟无畏，贴身是为前朝王子柳秀文，有钱的纨绔子弟江轩宇，实力派师兄花映池。此剧的类型既为游戏穿越类型的晨光游戏，所以也符合晨光游戏的一般套路，一个女主一个男主多个男配。小编觉得最令人心痛和难受的情节当属林洛景打算退出游戏的时候，钟无畏的那句“林洛景，你听清楚，本王不允许你再离开我了，本王这一生只爱你一人。”在历经一次又一次的磨练之后，女主认清了自己的内心，知道了自己最爱的那个人是男主钟无畏。这部剧的优点还是很多的，高颜值、高甜宠，演员的演技都是十分在线的。这剧暖到心，我也心疼他们。不知道看完小编对《好色千金》的讲解，小伙伴们有没有对此剧兴趣大增呢？零差评的网剧《双世宠妃》男女主爆火，网友最后一部堪称经典。零差评的网剧《双世宠妃》男女主爆火，网友最后一部堪称经典。现在网剧越来越受网友们的喜欢了，而很多网剧开始用一些新人，也捧红了一些新人。第一部《双世宠妃》这部剧不管是第一部还是第二部都是非常受大家喜爱的，里面的剧情也是很搞笑的，而现在也捧红了女主和男主。第二部就是陈斗把阿布也帮郑业成捧红了。第三部就是《甄嬛街》了，由汪东城和安乐西出演的。这部剧从播出到现在也是好评不断。第四部就是《无心法师》，陈瑶和张若昀的演技也是很吸引人了。最后一部就是《镇魂》了，《镇魂》让两位男主大火，而且现在很多00后也都是很喜欢看的。特别是剧中的陈维和赵云兰的兄弟情，你最喜欢哪部呢？零差评的网剧《双世宠妃》男女主爆火，网友最后一部堪称经典。感谢各位阅读今日的娱乐资讯，关注小编每天免费收到最新最热的娱乐快讯。欢迎大家转发、收藏、点赞。带你一起尝姿势，部分图片来自网络，侵权请联系删除。双世宠妃女主梁洁真会穿衬衫单牛仔裙，穿出了洛丽塔风格。想必大家看过了《双世宠妃》这一部电视剧之后，都对里面饰演女主曲檀儿的演员皆有印象吧？她在这一部电视剧里面饰演的曲檀儿这一个人物，意外邂逅东越国默人瞩目第8王爷莫连成。二人历经波折，由猜忌、试探再到信任、相爱、终成欢喜冤家的爱情故事。剧中，梁洁分饰曲檀儿与曲小檀两个性格迥异的角色。尚书千金曲檀儿端庄温婉、坚韧不屈，曲小檀则聪明伶俐、俏皮灵动。不同于其他的分饰角色，曲小檀与曲檀儿是同一个身体里住着的不同的两个人，且性格、意识并不互通，两个人物随时切换，颇具挑战。梁洁把这两个性格差异很大的人物都演得很到位，受到了观众们的一致好评。梁洁不光在剧中的性格受人喜爱，
在现实生活中也是一个非常乖巧的小姐姐妮。双世宠妃，女主梁洁会穿上装是孩子喜欢的样子，特别有范儿。她上半身穿的是一件白色衬衫，蕾丝花边作为装饰，增添了几分时尚的元素，而且还在领口系了一个蝴蝶结，更显少女感。这样的搭配，小孩子看了都会很喜欢的，也使她看起来美得不一般，元气满满的样子，特别有活力。梁洁这身穿搭很有个性，淑女范儿十足，下半身搭配的一条深蓝的牛仔裙，特别简单的款式，并没有其他的装饰品，但却尽显青春与活力的气息。双世宠妃，女主梁洁真会穿衬衫搭牛仔裙，穿出了洛丽塔风格。裙子的款式是长款的，属于有点保守的风格。这样的裙子才让妈妈放心，而且也不失时尚感，非常吸睛。